可能连乐高创始人都想不到，有一天乐高会进化的这么离谱。你一定看过这种运送小球的视频，乐高 GBC， 国内被叫做工厂流水线。不过纯机械有点朴素，让大师玩家给他们加上一点故事和细节。今天选手们要搭建一个美学和技术兼备的乐高 GBC。10小时比赛结束后，所有的管道都会连接在一起，上演一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乐高 GBC。厄运组的金发姐 Gabby 设计了一张非常恐怖的草图，其他纸板做成传送带，小球从传送带上上去，走过钢琴键。So we're going to have a piano and the keys are going to move like this, like a wave motion to move the ball all the way. 他们把车轮零件串在一起，然后电机控制杆转动就做出了凸轮结构，上面再放上钢琴键就可以实现了。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落实到测试上才能看见问题。That was it. Oh my goodness. Some careful tiling. 经过几小时的调整修改，就有了下面这一幕。Come on, you can do it. 但目前只有琴键部分顺利运行了，想让小球完成从 A 点到 B 点，还需要解决两端的机械。结果问题又出现了，末端的履带很难抓起小球。It's not working? Not really, no. Done it. Why is the other conveyor belt working but not this one? Because it's on an angle. Can we just put this one on an angle? Yo. 接下来再拼好吉他，就完成了最初的草图了。但在最后倒计时的时候，因为琴面没有倾斜角度，小球突然卡在原地不动了。I can feel stress kind of like emanating from Ryan. Okay, good. 还好在最后关头又跑通了，但也就是说在流程上是有概率失败的。 Percent hit rate. It's not 100, but that's pretty good. 小球模拟成一个音符，沿着电吉他的指板上升，掉入钢琴的琴键上，再爬到钢琴的底部，从末端的洞溜走，进入下一个小球世界。Will it get across the piano? Please go across the piano. Yes! 整个流程节奏优雅灵动，轨道设计充满了奇妙的创意，令人惊叹。下一期 Well done. 看到这个画面，是谁的 DNA 动了？这回玩弹球机的孩子长大了，用乐高做了一个弹球机。今天大师们要做一个乐高 GBC， 让小球以各种天秀的方式从 A 点跑到 B 点，限时10小时。兄弟组准备创造一个本来就属于小球的世界——弹球机。小时候微机课的断网霸主之一就是这个3维弹球。玩过这个游戏的都知道，小球是有概率直接从中间溜走的。如果球刚放下来就溜走，那整个机器就变成一块单纯的大斜坡。God, there's just so much that can go wrong. Why did we choose this idea? 他们的用砖量超大，整台机器和现实中的弹球机近乎1比1。前面还有输入小球的履带，履带上的小飞船不停往返。游戏面板上设置了弹球杆、碰撞杆以及很多障碍物，试图让小球在弹球机里停留更久。最后，小球会掉入履带，跑进下一个作品。弹球机的色彩和线条处理得非常干净。就创意来说，弹球机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Okay, here we go. Oh, yes. Here we go. We want to see a good travel, or we want to see can do. 小球非常配合的在弹球杆上弹了几下。封神这个词我不常说，但这段真的是太棒了。 Come on. Yes. 基友组把乒乓球设定成一只失控球，从建筑工地跑进城市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们上半场中赢下了本季目前最有用的特权——半小时的 Brickman 技术咨询时间。之前什么提前选图、提前搭建的特权都太弱了，他们此时需要一个能转动的塔吊，于是使用了特权召唤 Brickman。虽然不能直接用 Brickman 搭好的东西，但他们可以照着复刻。就这样，30分钟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小塔吊。基友组的成品，这可能是我目前看过故事性最好的 GBC。工地吊机掉落了一颗大球，球不小心滚上了传送带，溜进了城市里。球在街道上像无头苍蝇一样冲撞行人，最后掉进了一个没井盖的地洞，滚进了地铁里，然后通过地铁站的自动扶梯离开了这座城市。 Rounding the first corner. Okay, coming into the city. The wrecking ball. Oh, why'd you have to make it so slow? Right? Oh, I feel sick.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Up and over! Oh, yes! Well done. Yes!
He's up. Just needs to get out of the subway. These escalators can be notoriously crowded at peak hour. And yes! 故事结构很紧凑，顶级巧思，完成度极高啊！忘了说了，因为他们是上一集的冠军，手里有钛金砖特权，所以他们本来今天就算打火柴人也不会被淘汰，但依旧做出了自我超越的成绩。下一期，你们要的1比100突袭者全身视频来了。据说作者用了1.1万多片零件，花了5年才最终设计出来。整个作品有80厘米高，手臂刀刃和部分零件是单独 3D 打印的。刀刃可以通过旋转收纳进手臂，胸甲打开，里面是6连装导弹发射器。腿部细节也非常丰富，膝盖能实现90度的弯曲，头部驾驶舱打开还能装进2个迷你积木小人。另外，机甲上所有灯位都上了荧光漆，在紫外线下能实现发光效果，这简直是所有男生的梦想玩具啊！当然，除了突袭者，现场还有很多好玩的作品，比如这个能变身为战斗机、飞机以及机器人的3变机甲。可以投币的积木扭蛋机，扭蛋里面是设计师自己设计的小机甲，现场出摊扭一下30。还有广州猎德大桥大型城市沙盘，工程车爱好者的巨型 MOC 作品，火车迷的铁路大沙盘，军事迷的坦克军团，还有我的童年最爱子虚兄弟旋风冲锋。现场作品太多了，之后慢慢更新，大家点赞关注别错过哦。你知道报恩水果怎么挑吗？教教你们。榴莲要挑外壳圆润的，越圆说明果肉越饱满。再看这个刺，奶油尖尖的，比较好吃。八房大肉，基友们先吃。西瓜首先要纹路清晰、圆润且摸起来像减速带，敲2下好听就是好瓜。自然成熟的桃子颜色是不均匀的，全红的多半打了催熟剂，沟越深越成熟，有尖尖的是公的，要甜一些。看这成色多好！牛油果是优质脂肪，适合做健康餐，吃不来的人可以试试蘸酱油，是3文鱼的味道。挑橘子，第一步看形状，圆的皮薄；第二步看果蒂，越绿越新鲜；第3步颜色越深，成熟度越高。柠檬选这种又黄又圆的新奇士柠檬，它们是榨汁王者。香蕉看边，有棱的太生，没棱的太熟，这个就熟度刚好。花1块榴莲肉的钱买了1兜子，你也整一套，以后水果照着他们买就行了。想要亲手给对方做礼物，又怕手残翻车的，真的可以试试积木玫瑰，永不凋零的浪漫，没有女孩子能拒绝。拼搭简单又上头，一把游戏的时间就能搞定。颜色很多，可以挑喜欢的颜色随意组合，而且自带灯光键，打开灯光，这氛围感不用我多说了吧？而且不同数量的玫瑰花语也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数量。拼好后，无论是包成花束，还是插进花瓶，或者挂在房间，都超好看。除了拼好送人，还可以2个人一起拼，一起体验拼搭的乐趣。七夕就快到了，给你的他一份永不凋零的浪漫吧。还没进群的同学，现在赶紧进群吧，你懂的。你见过会讲故事的积木吗？今天就让我用积木把小王子讲给你听。小王子与玫瑰花产生误会后，坐着飞鸟船来到地球，在那里驯服了小狐狸，给小狐狸讲他和玫瑰花的故事，明白了什么是爱。最后回到 B612 星球与玫瑰重逢。如果你是狐狸党，在这里小王子可以永远陪着狐狸。如果你家玫瑰，也不用担心玫瑰会枯萎。沙漏加小场景，把书里面的名场面都串了起来，上下2层的设计非常贴合小王子的感情线，加上小王子出版80周年联名，堪称收藏级别。如果你打算拼好送人，那还可以加点私货。正好七夕节快到了，用这份来自 B612 星球的礼物和他一起回到童年。